他后背上竟然长了一个脑袋，还变得越来越大，摸起来呢软软的，感觉里面好像有东西在动，但谁都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然而医生的一句话让所有人大惊失色，直到最后把脑袋切开，才看清他的真面目。大叔说，自从多了一个脑袋，感觉自己变聪明了很多，但常常感觉后背有虫子乱钻，手臂和脖子还经常会失去知觉，心里呢会产生2种不同的声音，分别控制自己，常常会产生邪恶的念头。他怕以后无法控制自己，真的做出什么不好的事，所以呢赶紧找到了医生，来了个线上会诊。当他把衣服脱掉，这东西的个头属实把医生吓了一跳。他说这东西已经长了23年，有一次呢在野外洗澡，过了没几天就长出了这东西。刚开始呢和葡萄差不多大小，慢慢就变成了这样。会诊过程中，他突然开始胡言乱语，还奇怪的大笑，看着呢根本不受控制的样子。医生顿感不妙，怀疑是洗澡时感染了食脑虫。当食脑虫侵入体内，会一点点啃食神经组织，患者就会出现头痛、恶心、四肢麻木的症状。由于肿块紧靠着脑袋，医生怀疑食脑虫已经侵入了大脑，情绪控制相关的大脑区域已经受到了干扰，大叔才会出现幻觉、精神错乱等症状。一旦食脑虫开始啃食视神经，那他将会有失明的可能。现在必须要尽快进行手术，看看这个脑袋里到底有什么。医生还想问一些关键的信息，但大叔依然不停地胡言乱语。这时，大叔的儿子走了过来，医生赶紧让儿子把他控制住。等大叔稳定下来后，赶紧送来医院。隔天，大叔来到医院进行手术，医生经过细致的计划和准备，手术就开始了。把脑袋割开后，接着就流出了一坨白花花的东西，看着非常像奶油。不过还好，医生并没有发现食脑虫，看起来只是普通的脂肪瘤而已。处理完毕，缝合伤口，慢慢的就可以康复了。这个公寓的住户凌晨4点必须起床，然后捂着耳朵站在墙角，也并不是他们想起床，而是被一个怪声吵醒的。每到凌晨4点，整个公寓就会传来敲门声，有时声音又像小孩在楼顶玩玻璃球的声音。物业也试图找到声音来源，关闭了所有能产生噪音的设备，但声音仍然存在。现在反而变本加厉，什么奇怪的声音都会出现，公寓住户都被搞得精神崩溃。这个大妈就受不了了，长期折磨让她患上了神经衰弱，现在只能在外面租房住。大家偷偷安装了监控，想看看到底有多夸张。一到凌晨4点，震耳欲聋的声音把摄像小哥都吓一跳，噪音高达90分贝。要知道地铁站的噪音才81分贝而已。大家发现用铁锤敲打瓷砖的声音和这怪声很像，怀疑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。到底是什么人会一直制造这种声音呢？犯罪心理学家表示，半夜发出这种声音能影响人们的生活，这可以让他内心得到莫大的满足。这种人就是心理变态。大家决定找到这个罪魁祸首，准备了10多台监控，蹲守在大楼各个角落。结果几天下来，这怪声突然神秘消失了。大家猜测，这个制造噪音的人已经害怕了，其实没必要再调查了。1个月后，节目组回访，物业表示自从节目组开始调查后，声音就没再出现过。这下大家都能安心睡觉了。他对着家里的窗户连续拍了5个小时的照片，只为拍到一个熟悉又恐怖的东西。一家人最近被这东西搞得心神不宁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他家住3楼，最近却出现一个梳着双马尾的老太婆，趴在窗户死死盯着一家人，就问你怕不怕？这鬼脸是偶然拍到的，一开始以为是窗边玩具印上去的，放大后一看不对劲，越看越像人脸，更像是一个面目狰狞的老太婆。这把他看得头皮发麻，紧接着对着窗户又拍了几张，结果照片里神秘的老太婆又消失了。你就说怪不怪吧？关键这是3楼啊，一般人根本就上不来。他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人，赶紧拿着这鬼照片找到专家。专家对照片进行数据分析，结论是这鬼脸是真实存在的，并不是 PS 的。但专家并不认为是灵异事件，他认为是室内物体反射产生的阴影而已。仔细观察后，发现鬼脸旁边有椅子的影子，猜测这鬼脸应该是挂在椅子上的衣服反射形成的。紧接着专家开始了测试，在椅子上挂好衣服，对着窗户拍照，拍到的照片上果然出现了一些轮廓，但并不像人脸。专家继续摆弄衣服，尽可能的弄出更多褶皱，就这样一直拍照测试了5个小时，终于拍出了之前的鬼脸。所以这就是一种巧合而已。他在厕所偷偷安了监控，正对着马桶和面盆，看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。晚上等一家人睡着后，厕所就会传来咕呱咕呱的怪声，打开灯却什么都没有，窗户都安装了防盗窗，根本不可能有东西能进来。这怪异现象搞得一家人精神崩溃，半夜都不敢上厕所。有次主人半夜实在尿急，蹑手蹑脚的来到厕所门口，就看到一个小黑点闪过，从面盆一水孔钻了进去。这下主人更怕了，拿着录到的声音求助专家。专家一听却笑了，给他出了一招，在水龙头上绑一条面包虫，把这东西调出来。主人壮着胆子乖乖照做，完事只需要守着监控静静等待。没一会，厕所就传来了一声咕呱的叫声，只见有个黑黑的东西在众目睽睽之下从面盆里钻了上来，仔细一看竟然是只树蛙。难道一直发出怪声的就是它？
树蛙对着面包虫若有所思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，接着一口吞了。没成想虫子绑得太紧，尝试了几次都没吃到，又灰溜溜地钻进了面盆。关键它家在9楼，这树蛙是怎么爬上来的呢？虽然树蛙会爬墙，但靠它自己是不可能爬到9楼的。楼上楼下的邻居都问过了，也没人养树蛙。专家研究半天，说树蛙只可能是从外面人为带回来的。问了一圈，主人说前段时间从乡下拿回来很多白菜，准备做泡菜。专家一拍脑袋，说树蛙很可能就藏在了白菜里，阴差阳错就蹦到了面盆里。现在重要的是赶快把它解救出来，把面盆拆下来。刚切开一个洞，树蛙就跳了出来，小小的一只，非常可爱。大家决定先暂时把它养在家里，等春暖花开时再让它回归自然。他们对着大妈的胸部 X 光片议论纷纷，都感觉不可思议，因为 X 光片显示大妈胸口竟然有根5厘米长的针，距离心脏只有1毫米。拿金属探测仪在大妈胸口一扫，仪器就会发出哔哔哔的声音。这针已经在体内存在10多年了，最近体检才发现，关于这针是怎么进入体内的，大家众说纷纭。有人说是吃东西误吞下去的，但这个说法很快就被医生否定了。通过食道很难到达现在的位置。另一个大叔说，也许是大妈做完针线活后睡着了，翻身过程中针就刺入了体内。医生说这种假设是最有可能发生的，因为胸前的软骨很容易就会被刺穿。现在针距离心脏只有1毫米，剧烈运动或者稍有不慎都可能危及生命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针取出来。在进行了全面检查后，医生表示手术过程中很有可能会发生紧急情况。医院在做好万全准备后，大妈被送进了手术室。针和静脉看起来很相似，因此很难区分。为了避免触及肺部和心脏，手术不能出现一丁点的失误。不过还好，经过漫长等待，医生成功把针取了出来，已经变得锈迹斑斑。术后大妈状况良好，看着伴随了自己10多年的针，大妈唏嘘不已。她当着医生的面，用随身携带的铁锤疯狂敲自己，边敲还边笑，敲完肩膀敲膝盖，这可是一把货真价实的铁锤啊！大叔每天就用塑料袋装着随身携带，一有时间就哐哐往身上敲，即使在门外也能听到敲打声。敲完膝盖敲肚子，敲完肚子敲敲胸，顺便敲敲胳肢窝，接着敲下巴和上巴，最后敲敲脑壳，从下往上敲了一遍。他说一点都不痛，甚至还挺爽。摄像小哥试了试，差点是试。大叔给自己这套按摩手法取名锤子疗法，说自己一身腱子肉就是这么敲出来的。锤子疗法还可以燃烧腹部脂肪，8块腹肌也是这么来的。这么看来好像真的有用，但不管怎样，大叔已经收获了一批小迷妹。这些处在更年期的小迷妹都觉得锤子疗法能消除疼痛，缓解疲劳，总之非常有用。关键还都觉得大叔很帅。但当他脱掉上衣，脊椎都被敲得通红，长了厚厚的老茧。来医院检查，发现大叔有颈椎间盘突出的问题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明明敲打后很舒服嘛。怕医生不信，当面拿铁锤哐哐敲了起来，敲完上面敲下面。医生表示，锤子疗法确实帮助他锻炼了手臂肌肉，但不建议继续做，很可能会加重颈椎间盘突出的问题。听了医生的话，大叔回家就把铁锤换成了按摩椅，笑嘻嘻地表示自己主打一个听劝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被母蚊子咬一口到底有多恐怖？这相当于往身上插了6把刀，他们对着伤口边吸血边吐口水，甚至还不停拉屎。下面就来看看蚊子恐怖的吸血过程。当你刚闭上眼睛，蚊子就悄悄飞到你身边，找到最容易下嘴的地方，直接就是一口老痰，进行局部麻醉。蚊子的细长嘴巴被称为口器，不到1毫米的口器竟然藏了6根针，它们各司其职。当蚊子开始吸血时，先用2根锯齿针割开表皮最外面的一层，它们非常锋利，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。2根刺血针帮忙寻找人体血管，找到血管，蚊子并不会马上就吸，而是先注射一种含酶的唾液，防止血液凝结，使血液能被顺畅吸入，然后就开始了干饭。蚊子一次可以摄入体重2到3倍的血液，为了能尽量多稀释血液，蚊子会把消化器官中的食物残渣尽量排空。它们就这样一边吐一边吃一边拉，从蚊子落到皮肤上直至吸饱，总过程约2分钟左右。就在它吸血的过程中，顺便把病毒也带到血液里，导致每年大量人死亡，蚊子也就成了世界上最致命的昆虫。其实吸血的都是母蚊子，公蚊子的口气没有母蚊子发达，也就能吸一吸花蜜之类的。蚊子叮咬后出现的发痒肿块，其实是我们自身免疫系统处理蚊子唾液产生的。也就是说，让我们长出大肿包的其实不是蚊子，而是我们积极干活的免疫系统。如果你身上有些肿块特别大特别痒，那么很可能遇到了新手蚊子，它们寻找血管的技术生疏，吐的口水比较多导致的。希望大家都能遇到专业点的蚊子，毕竟肿块能小一点。这是一种比鲱鱼罐头还要臭的食物，一般人闻一下就会吐，他们却爱到不行，平时都舍不得吃，只有招待客人的时候才会拿出来。小姐姐尝了一口，反应非常真实，这种食物就是蓝纹奶酪。这家意大利工厂仍然使用古法制作，能动手的尽量手动完成。每天早上农场会送来新鲜牛奶，一开始就要把凝乳酶和霉菌加入牛奶中，大约20分钟内牛奶就会变成凝乳，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豆腐脑。工人用特制的工具把它分割成小块，把切好的小块装进圆形模具中，每个桶都有编号，这相当于他的身份证。
接着把模具放置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，每天都要来回翻转4次，来帮助凝乳沉淀。静止1夜后，奶酪成型开始腌制，机器会在奶酪表面均匀撒上一层盐，随后再次送入储藏室。储藏室里温暖潮湿，这有利于奶酪中霉菌活动。质检员会随机检查发酵情况，一般经过3天左右，就需要把它们转移到冷藏室。在这里，每一块奶酪都要被扎上摆针，这是为了让氧气进入奶酪内部，使其长出标志性的蓝色纹理。时间是制作这道美食的关键，根据口感的不同，奶酪要在冷藏室待上2到3个月，直到表面发霉变稠。质检员把洛阳铲插入奶酪，轻轻转动就可以把内部的奶酪带出来，通过气味和口感来判断奶酪是否发酵完成。2个月的蓝纹奶酪还比较柔软，味道类似3天没洗的臭袜子，一般人都比较容易接受。放置3个月的奶酪就已经变得很硬了，内部的蓝色纹理清晰可见，味道也臭得很正宗。记者忍不住尝了一口。成熟的蓝纹奶酪是高档餐厅必不可少的美食，吃面的时候来上一点，臭烘的得劲。发情期的功效到底有多可怕？他们要给这只600斤的鳄鱼拔牙，一个牙洞里竟拔出了9颗，牙龈已经严重溃烂。医生为它进行紧急手术，却发现了一个更惊人的秘密。拔牙第一步，先把鳄鱼弄到岸上，饲养员拿一只鸡当诱饵，很快鳄鱼就上钩了，被一点点引诱上来。饲养员用木棍安抚它的情绪，鳄鱼貌似很舒服地张开了嘴，可以看到门牙的位置出现了一个黑洞，感觉蛀牙还是很严重的，需要紧急治疗。饲养员用绳子绑住鳄鱼的伤疤，准备给它来一针镇定剂。鳄鱼变得非常暴躁，毕竟有4米长，力量非常惊人。为了安全，大家又套上了另一个绳子。但就在这时，鳄鱼突然使出绝招——死亡翻滚。它每翻滚一次，就会被绳子多缠一圈。为了防止它把自己缠死，饲养员趁它不注意，用一块毛毯遮住了它的眼睛。大家一拥而上，使出全身力气，才把这600斤的鳄鱼控制住。接着给它注射了满1管镇定剂，但镇定剂对它好像不起作用，鳄鱼还是不停挣扎。大家赶紧又补了一针，这次终于生效了。鳄鱼一动不动，众人合力把600斤的鳄鱼抬上担架，撬开嘴巴塞入了一根棍子，这下就可以仔细观察牙齿状况了。看起来并不是简单蛀牙，里面出现了很多牙齿碎片，牙龈都已经开始溃烂。医生猜测，这可能是由于长了智齿导致的，因为没有足够的生长空间，智齿就把正常牙齿顶到了一旁，慢慢就坏掉了，成了大小不一的碎片。接着用工具挖呀挖呀挖，终于挖出了第1块牙齿碎片，很轻松就拔了下来。不一会用镊子又夹出来1块，紧接着第3块也出来了，一个比一个大。饲养员都震惊了，从没见过这么奇葩的情况。很快医生就从牙洞中取出来9块牙齿碎片，但这还远远没有结束。医生发现在这个牙洞底部竟同时长出了2颗新牙，现在必须要去掉一个。医生用钳子拔了半天，拔掉了一个3厘米长的新牙，现在剩下的一个很快就能长成健康的门牙。最后用药水对内部反复清洗和消毒，就完成了治疗。鳄鱼也慢慢苏醒过来，大家给它松绑。重获自由的鳄鱼好像知道了怎么回事，并没有攻击任何人，慢悠悠地爬进水里，直接钻进了男朋友的怀抱。医生懵了，没想到最后还吃了一嘴狗粮。大姐是吃鲱鱼罐头长大的，什么臭她就吃什么。她尝试过吃屎，但是不喜欢啊，因为不够臭。臭豆腐只能算是小甜点，下水道的气味对她来说那就是新鲜空气。和朋友聚餐，朋友想要挑战一下，夹起一块鲱鱼，刚放进嘴里就止不住的呕吐，她却什么都感觉不到。不一会儿，自己就干完了一盘鲱鱼。大姐现在最爱吃的却是鳐鱼，因为鳐鱼比鲱鱼还臭10倍。节目组邀请了几位鳐鱼爱好者来到鳐鱼发酵车间，门一打开，一股比下水道还要臭100倍的味道袭来，怎么给你形容呢？狗闻了都嫌臭，熏得眼睛都睁不开。其他人纷纷败下阵来，大姐却直接贴着鳐鱼闻了起来，越闻越上头，好想吃一口。不仅如此，大姐生活中也是处处重口味，做菜要加5勺盐，半斤辣椒面，这样吃起来才有滋有味。那她为什么会这样？她却说其实自己闻不到任何气味，冰箱里的食物坏没坏自己也无法从气味中分辨，只能尝了才能确定是否过期。因为闻不到任何气味，也让她暴露在危险中，天然气泄漏自己也毫无察觉，食物烧焦了也不知道。节目组带她来医院检查，一番检查过后，医生说她的嗅觉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了，味觉也在退化，这种情况是没办法治疗的。不过闻不到气味并不完全是坏事，大姐是养老院护工，平时的工作就是帮老人换尿布之类的，因为闻不到气味，所以工作起来很轻松，自己也很喜欢这份工作，把缺陷变成优势，大姐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但是要说吃的奇葩，下面这个小伙表示不服。
他抓起一把沙子塞进嘴里，嘎嘣嘎嘣的吃了起来。周围人的表情说明了一切，他却说沙子比糖还要甜，还让旁边的大叔尝一尝。大叔露出了关怀智障的眼神。又到饭点了，他从袋子里掏出2把沙子，这就是他今天的主食。接着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，那是干净又卫生啊！吃完还张嘴让节目组检查了一下，是沙子没错了。他没事就去工地吃自助餐，工地上的沙子新鲜可口，品类多，量还大。来到工地先试吃一下，这个比昨天的甜。哎呦，这边又上新品了，白沙还真没吃过，一口下去，还有海鲜味。他的经验是红沙比较甜，白沙比较咸，不好吃。在此呢，感谢小哥的分享，让我们知道了白沙不好吃。他说自己5行缺土，累了困了就要吃沙子，沙子能为自己提供能量，所以每当工作累了，他第一时间不是休息，而是找出随身携带的沙子，舀上一勺直接开灶，只要吃上一口，整个人都精神了。然而他开始吃沙子的原因却很让人心痛。原来他小时候家里很穷，3天都吃不上一顿饭，饿得受不了了，就想着吃沙子来缓解饥饿。这一吃不要紧，他打开了味觉新世界，竟然爱上了这种味道。但是大家不要模仿，我替大家尝了，一点都不甜，比屎还难吃。最后我有个疑问，吃进去的是沙子，那拉出来的是混凝土吗？没钱的吃沙子，那有钱的吃啥呢？下面这个小哥就很搞笑，他一吃东西就会流泪，并不是辣哭的，就算吃米饭也会止不住的掉眼泪，而且只有左眼会流泪，吃饱以后就不会流泪了。而当他看电影被感动了，就换成右眼流泪了，2只眼睛分工明确，就很神奇。妈妈说他出生的时候就这样，只有1只眼睛流泪，还给节目组看了照片，但照片上明明2个眼睛都在流泪啊。妈妈说是因为他手里还拿着零食呢，正好凑齐了一对。他说吃不同食物流泪的程度也不一样，好吃的流泪多，口味一般的只会掉2滴意识一下，所以公司聚餐都会让他先吃，看泪水大小判断食物美味程度。妙啊，这种特殊技能对工作也有一些影响。他是一位歌手，在外演出化好妆后就不能吃东西了，调皮的同伴强塞给他一粒爆米花，没一会儿眼泪就掉下来了。节目组带他来医院做了全面检查，医生说很可能是神经末梢问题，接着又对眼睛做了测试，医生说这种病叫鳄鱼的眼泪，是由于唾液神经和泪腺交织在了一起，吃东西流的泪应该是唾液，只是有点恶心而已，并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伤害。最后小哥也说不是什么大病我就放心了，以后准备去演戏，会把缺陷变成优势，哭戏一定会演得很好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这是一棵会生钱的树，每天都能在树下找到1枚硬币，这些就是最近收集到的硬币，很奇怪，都是50的。店主说2个月前打扫卫生时，在店门口的树下意外发现的，之后每天都会出现1枚硬币，他也不敢用，只是把硬币收集起来。对于这种现象，有人说柿子树果实累累，象征着家族兴旺，可能是有人对着树许愿丢的硬币，这种说法还是挺靠谱的，毕竟我们这边也有许愿丢硬币的做法。奇怪的是，附近其他柿子树下面却找不到任何硬币，只有他店门口的树会这样，这就有点诡异了。店主很焦虑，这是有人在对自己下蛊施法吗？节目组安装了摄像头，想要找到丢硬币的人。经过漫长的等待，一位可疑的大妈出现了，她不经意地路过柿子树，随手朝树下丢了一个东西。节目组迅速出击，面对质疑，她却说什么硬币不硬币的，我丢的是一片树叶。原来大妈喜欢闻树叶的味道，时间一长，树叶的味道就淡了，自己就随手丢了而已，看起来好像真的不是这位大妈。节目组决定继续观察，一直到深夜都没有出现可疑人物。第二天早上7点起床到树下一看，再次发现了硬币。节目组赶紧调监控，发现了一个行为可疑的大妈，她在早上5点的时候有目的的朝树下丢了一个东西，随后匆匆离开。店主看到这一幕讲话了，原来这个大妈是收废品的，每天都会来店里收废纸箱。为了确定丢硬币的是不是她，店主在1枚硬币上做了记号。没一会儿，大妈又来收废品了，随后在店里买了1杯咖啡。店主把带记号的硬币找给了她，大妈刚出门就把硬币丢在了树下。随后店主找到硬币确认了，一直丢硬币的人就是废品大妈。节目组赶紧追了上去，大妈也承认了，丢硬币的就是自己。至于为什么一直这样做，大妈说店主每天都会把废纸箱给自己，而且还不要钱，为了感谢店主，又怕店主不接受，才会偷偷的把硬币丢在树下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个温暖感人的灵异事件。大妈最后也向店主解释了一切，和废品大妈一样，下面这位大妈也有反常行为。大妈交不起水电费，却每天给陌生商贩送钱，每人大约给2万，而且还不买东西，不要的话她会把钱丢进下水道。市场里的商贩都无缘无故收到过，就连街头卖菜的大爷大妈也收到过。这种奇怪的行为每天都会上演，而且最近金额也在变大，有人竟然一次收到了17万。大妈送钱也从不废话，丢下钱就走，假如一天要发10万，一年就是3600万。有人认为大妈可能中了彩票，然后想做善事回报社会，不然普通人根本没这么多钱。
钱。节目组在他经常发钱的路口安装了摄像机，经过漫长的等待，一个拉着购物车穿红色衣服的女人出现了。她先来到银行取钱，取完钱随手把一些钱送给了旁边坐着的老太太。老太太说，真的奇怪，我都不认识她啊。大妈刚离开银行就开始给路边的小贩发钱，发完继续去下一个地方。节目组追上大妈想了解下情况，大妈发现了摄像机，拉着购物车就溜了。大妈的迷惑行为还在继续，买了几个汉堡后给旁边的人分了几个，路边树底下丢一个，剩下的直接丢进了垃圾桶，这多少就有点浪费啊。经过长时间的沟通，大妈同意让节目组跟她回家。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，她家里很破，而且家里只有大妈一人，那她为什么要给别人送钱？大妈却一口否认，说自己没有给别人送过钱。交不起水电费的大妈每天却给陌生人送钱，问她为什么这样做，大妈却说自己没有给陌生人送过钱。节目组说，我们都拍下来了，就是你啊。大妈改口说自己是奉命办事的，是大山守护神让自己这么做的。然后大妈又扯了一些有的没的，越说越玄幻。节目组还发现他家一直没有交水电费，大妈的存折上也只有几万块，看起来生活本身就很困难了，根本不足以支撑她每天出去送钱。这时大妈又说自己把股票卖了，但看起来像是临时编的谎话。第二天大妈又去了银行，把刚取出来的15万直接放在大厅的凳子上，谁想要谁要。节目组把钱收起来还给大妈，大妈突然哈哈大笑，直接把钱丢进了下水道。这种反常举动，节目组觉得有必要带大妈去看医生了。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大妈的情况，想要帮助她都被拒绝了。节目组想要说服大妈去医院，还是被拒绝。接着大妈还哭了起来。经过连续几天的劝说，大妈同意去医院。一番交流过后，魏浩宇医生认为大妈患有精神分裂症，同时还出现了幻觉，都是由于长期缺爱导致的。医生建议大妈要敞开心扉，分享自己的感受。街道办事处表示会帮助大妈，给她温暖，让大妈感受到被爱。曾经收到大妈钱的商贩也表示会把钱还给大妈，希望她能好起来。至于她的钱到底哪里来的，节目中也没说明白。就这样吧，如果现实中遇到这种送钱的人，你们一定不要大惊小怪的，请叫上我，谢谢。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要挑战2天减肥40斤，还说减肥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。现在体重192斤，腰围104厘米。废话少说，挑战开始。他先穿上6件保暖内衣，外面再套上2件羽绒服。要知道这可是夏天啊，外面气温38度。这还没完，他竟然打开了取暖器，就这样在密闭的房间内跳绳，1分钟要跳200个。没一会儿他就满头大汗了，但他并没有停止，跳了整整3小时。完事后脱掉上衣，轻轻一拧。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已经减掉10斤了，开什么玩笑，来直接上秤。我去，184斤，3个小时内竟然减掉了8斤。他没有休息，连口水都没喝，接着来到健身房，穿着羽绒服跑步，周围人都看呆了，这该不会是个傻子吧？就这样运动加节食24小时后再次上秤，现在体重减到了177斤，24小时内一共减掉了15斤。照现在的速度来看，2天减40斤，感觉真的能实现啊！挑战还在继续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就穿上羽绒服开始跑步了，还都是跑的上山路。回家后妈妈喊他吃饭，他却在冰箱拿了2块冰块含在嘴里，继续疯狂跳绳。现在已经过去了32小时，就要进入最后的冲刺了。结果节目组却在街边的便利店找到了他，他竟然偷偷的吃烤肠，接着还喝了1罐可乐，还说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。不过还好，回家后他继续运动到深夜。第二天一早，挑战时间到，他已经准备好上秤了。结果现在体重是166斤，也就是2天内减掉了26斤。虽然有一点点打脸，但这样也很夸张了。他认为是烤肠和可乐影响了自己，还说自己最高纪录1天减过30斤。那么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减肥？原来他曾经是一名拳击手，拳击比赛是分重量级的，为此他进行过无数次的节食减重，知道如何快速的减重和增重。但是大家不要模仿，毕竟人家是专业的，是个狠人。但是要说狠，下面这个男人表示不服。大叔疯狂的用脸撞树，1分钟要撞60次，树枝被撞得来回摇晃，头上都出血了。他却说自己在锻炼身体，随后拿出502涂在流血的额头上，真是个狠人啊！节目组摸了一下，确实硬邦邦的，真的不会痛吗？大叔轻蔑一笑，说我都做了5年了，还劝大家不要模仿，不然很有可能脑袋开花。妻子说从来没见他额头好过，因为他每天都会撞树。说实话，我有点心疼那棵树了。大叔工作时却很安静，完全没有暴躁的样子，那他为啥会选择这种奇葩的锻炼方式？原来大叔曾经也是个拳击手，因为比赛打得不好，根本赚不到什么钱，但是要养一家老小，他不得不退出拳击，最后开了个修鞋店，而且店铺所在区域治安很差。他
他要让别人都知道自己不好惹，这样就没人可以找自己麻烦了，所以就开始撞树了。节目组决定给大叔一个惊喜，带他来到一家拳击馆。面对久违的沙袋，大叔跃跃欲试，激动地说自己已经30年没来过拳击馆了。说着说着声音都沙哑了，熟练地缠上拳击绷带，和陪练一阵切磋。毕竟久出战场，看得出来力不从心，但是大叔还是很开心，这是自己的梦想啊。大叔受伤会用502，然而下面这个大爷也会用一个奇葩的东西。他全身贴了100张狗皮膏药，手上来1张，额头来1张，耳朵下巴也不能少，除了眼睛都贴上了狗皮膏药，然后就安心的笑了。家里还存了上百箱的膏药，但妻子却说他根本就没病，也没有关节炎，甚至比同龄人还要健康，吃骨头比狗吃的都快，下地干活也没有任何问题。由于身上贴满了膏药，太阳一晒就会变得很烫，所以他不能长时间在地里干活。村里人都不能理解大爷为啥要给自己贴膏药。每天晚上睡觉前，妻子会帮大爷贴膏药，不一会儿就用掉了100张，只有这样大爷才能安心的睡觉。长期贴膏药对他皮肤造成了严重伤害，有些部位出现了溃疡。节目组带他来医院检查，医生说由于膏药的刺激，他得了皮炎，必须马上停止贴膏药。那他为啥10多年来每天坚持贴膏药？原来10年前大爷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大坑里，过了3天3夜自己才慢慢爬了出来。从那以后他开始每天做噩梦，感觉有1万只蚂蚁在身上爬来爬去。偶然贴了一次狗皮膏药后，竟然连续2天都没有做噩梦。从那之后就离不开膏药了。身体没问题的话，那8成就是心理问题了。心理医生给大爷做了专业的心理测验，结果医生却说大爷没有任何心理问题，而且狗皮膏药中确实有一些凝神成分，鉴于他皮肤问题，医生还是建议少用膏药，可以定期来医院做辅导，慢慢改掉坏习惯。我怎么感觉大爷就是单纯的不想下地干活啊？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如果吃辣有段位，下面这位大妈也属于王者级别，她10分钟就能吃完1盆辣椒，这就是她今天的午饭。为了增加口感，她会用辣椒蘸辣椒酱，嘎嘣脆，好像吃黄瓜一样。她竟然没有丝毫反应，这该不会是假的吧？工作人员决定尝一下，咬下一小口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吃冰淇淋要加辣椒酱，一口下去冰火2重天，还说口感很像奥利给。咖啡里也要加入半瓶辣椒酱，搅拌一下一饮而尽。他说餐厅的辣椒一点都不辣，会随身带着1瓶秘制辣椒酱。吃炸酱面要先来上1勺免费辣椒，再加入自己秘制辣椒。好家伙，直接成了辣椒拌饭。旁边大哥闻了一下就辣到咳嗽，吃完呢记得喝点水，水里也要挤入辣椒酱。更奇葩的是，喝感冒药也要加辣椒酱，还说这样容易出汗，好得快。剩下的一点药汤里再加上米饭，这样更有食欲了。感冒好了就要吃烧烤，喝啤酒那自然少不了辣椒酱，喝这么一杯顶过去2杯。不仅如此啊，连他7岁的儿子都酷爱辣椒酱，米饭必须拌辣椒才能吃，连黄桃罐头都要蘸辣椒。刚开始工作人员还以为是番茄酱，尝了一口，厉害厉害，和他爸爸一样，他喝水也只喝辣椒水。不仅是辣椒，各种各样的芥末也是他的最爱，如果不给吃他就会哭。那他们真的健康吗？经过检查，医生发现父亲患有严重的胃溃疡，儿子很幸运，暂时没发现问题，但医生还是建议少吃，毕竟正在长身体，要多吃有营养的东西。他天生就有脸，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但是要说吃的奇葩，下面这个小伙表示不服，他一吃迷惑行为大赏。富二代每天吃过期发霉的食物，竟然是为了减肥。看到他们之前的照片我都惊呆了，放了半个月的米饭已经发霉编制成了一坨，这个时候吃呢味道刚刚好，加点发酸的灵魂配菜，那小味一下就上来了。再来上几勺发霉的番茄酱，增加口感，臭豆腐汁也得来点，最后再加上过期的酸奶，使劲搅拌均匀，一份元素周期拌饭就做好了。那味道简直比下水道还夸张，怎么说呢？刘墉都吃不下去，两人却吃得津津有味，边吃呢还边笑，说味道还差点。这还没完，饭后水果更夸张，外皮发黑腐烂的香蕉成了首选，表皮已经渗出了粘稠的汁液，对他们来说这种成熟度刚刚好，说吃起来像巧克力。吃完香蕉呢还不过瘾，接着拿出了发霉的橘子，还说女朋友最爱吃发霉的部分，说着就开始撒狗粮。据说两人就是翻垃圾桶时认识的。工作人员对他们的食物和马桶分别采样检测，结果他们吃的食物比马桶还脏，细菌含量是马桶的几10倍，他们呢却毫不在意。但节目组实在看不下去了，给他们准备了一桌正常人吃的饭菜，他们闻了一下却连连摇头，鼓起勇气尝了尝，直接跑出去吐了。他们说吃变质的食物主要是为了减肥，因为这样更容易催吐。他就是用这种方法从200斤减到了现在的128斤，女朋友也从140斤减到了90斤，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。节目组带他们来医院，通过内窥镜检查后发现他们都患有严重的胃溃疡，如果继续吃的话很可能会发生癌变甚至死亡，就算华佗在世也救不了你。用这种方式减肥是不可取的，减肥你可以跳一下本草纲目嘛。村里老人每天不吃饭也要来这条小溪里泡一泡，他们说小溪里的石头会按摩，用手摸一下肌肉就会剧烈跳动，酥麻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，流过石头的水好像也有魔力。村里人像疯了一样泡在水里，说泡完神清气爽，有的还会把这水接回家，一脸笑意的表示喝了它有神奇的力量。记者忍不住了，说什么都要感受一下。
엄마야, 이 양반 왜 이런데요? 我严重怀疑这家伙是演的。韩国人都这个屌样，但他信誓旦旦地说自己真的有被电到，不过感觉挺爽的，甚至还有点上瘾。节目组摄像大哥看不下去了，你这演的太假了，你当观众是傻子啊？我来试试，这也没事啊。靠！摄像大哥表示自己真不是演的，这石头真的带电啊。接着他们摸了摸旁边的石头，没有任何感觉，整条小溪只有这块石头会让人产生酥麻的感觉。好像真的存在某种磁场和能量。节目组请来专家，专家也被电了一下。为了寻找答案，大家顺着溪流往上游走，发现了一间房子，看样子很久没住人了。刚想进去了解情况，却被门把手电了一下，用电笔一测，果然有电。看来这房子漏电了。拉下电闸后，神奇的事情出现了，那块石头不再让人产生酥麻的感觉。原因很明显了，这座房子漏电，电流传导到了石头上，所以才会让人产生酥麻的错觉。维修好了电路，石头也变成了普通的石头。没想到村民却很伤感，这么舒服的按摩以后再也享受不到了。你们真是造孽啊！仔细看，他家卧室的墙上居然会不停的出血，即使擦干后，还是会有红色液体不停的渗出来，而且只有靠着床的这面墙会出现这种现象。把渗出部位打开后，可以看到红色液体是从墙体内部渗出来的，内部还填充了保温材料。主人说，这种情况是2周前开始出现的。那天早上起来就发现墙壁出现一个硬币大小的红色斑点，他怀疑是身上的伤口印上去的，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受伤，这就很奇怪了。他也没太在意，继续上班。下班后，他发现红色斑点越来越多，用刀子把墙纸割开后，里面就开始渗出红色液体，这多少有点恐怖了，该不会里面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？随后节目组在渗漏处贴上纸巾，用摄像机全程记录，没一会儿干净的纸巾上就出现了红色液体，会不会有猫咪之类的卡在了里面？但主人说应该不会，墙里面没有任何空间，墙体厚度也就10多公分。为了保暖，他们还填充了保温泡沫。更蹊跷的是，随着红色液体的出现，他父亲的身体变得很差，自己也发生了一些怪事。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，节目组找到了专业的装修师傅，师傅也觉得很奇怪，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，于是他决定上门一探究竟。一番检查下来，师傅决定揭开墙纸，瞬间一大片红色印记出现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师傅看着红色液体陷入沉思，经过漫长的等待后，他终于讲话了。 벽에 코팅을 해주는 본드제 역할을 해주는 습기 차거나 시간이 오래될수록 색깔이 더 빨개져요. 至于墙壁里为什么会出现水分，是因为3个月前外墙被拆除了一层，无法阻挡冷空气，导致墙壁凝结了很多水珠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切都是虚惊一场。但是下面这家人的墙壁就多少有点诡异了。每到半夜12点，整个公寓的墙就会传来一种凄惨的哭声，但是墙壁看起来就是个正经墙壁。主人说，有声音的时候墙壁都会震动，并且整个房间都有回声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半夜12点全方位立体环绕的哭泣声有多瘆人。主人说，声音是从3个月前开始的，每天晚上都会持续90分钟。随后播放了自己录到的声音。 听起来又哭又笑的，看起来这只鬼的情绪不是很稳定啊。节目组还询问了公寓其他住户，发现很多人都有同样的困扰，他们也录到了一样的哭泣声，都表示声音是从墙里传来的，而且有声音的时候，燃气管道都会震动。物业也调查过原因，关闭了所有能产生噪音的设备，但最终声音还是没有停止，很多人因此都无法安心睡觉。节目组带着录音找到了专家，随后专家发现了异常，录制的声波和真人声波差异很大，而且录制的音频有一种很规律的循环，所以专家认为声音应该是人为剪辑过的，并且是在录音机上循环播放的，所以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。现在问题来了，那到底是谁搞的恶作剧？节目组在公寓不同位置都安装了摄像头，想要找到这个人，接下来就是等待声音的出现。但是1夜过去了，完全没有出现哭泣声，一晚不行那就2晚。节目组在其他楼层安装了更多的摄像头，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最终还是没有出现声音。其实我觉得已经没必要再调查了，很明显恶作剧的人就在公寓里，至于是哪个就不好说了。过了好多天，小哥又给节目组打来电话，说这些天都没有再出现声音，自己睡得也很好，而且还找到了女朋友。好的。同样遭遇灵异事件的还有下面这位大叔，他每次开车来到这个路口，后备箱就会不受控制的自动打开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上车一样。这不，大哥拉着节目组刚来到这里，后面突然就传来声音，后备箱又自动打开了，即便手动关闭，他还是会当着大家的面自动打开，完全不给面子。但是除了这个路口以外，车子都是正常的，后备箱也不会自动打开，而且其他经过这个路口的车也没有发生这种情况，只有大哥的车会这样。即使在白天，只要经过这里，后备箱就会无缘无故的打开。
大哥怀疑这个路口之前出过事故，有一些脏东西看上了自己的车。大哥越说越害怕，于是和节目组约定白天再研究。第二天，工作人员直接钻进了后备箱，拿着摄像机想要记录一下后备箱是如何自动打开的。一切准备就位，大哥开着车就来到这个路口。录像显示，后备箱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下又自动打开了。摄像小哥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，那现在只能使用排除法了。开车来到路边的汽修店，师傅仔细检查了后备箱的机械锁，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那会不会是这个车型的设计缺陷呢？节目组又找来了同款车型，开车来到这个路口，一切正常，后备箱没有任何反应。没办法，最后节目组找到了 4S 店，师傅对车辆检查后发现，车辆之前安装了后备箱遥控锁，问题可能就出在遥控锁上。师傅说，如果路口附近的设备频率和你遥控钥匙频率一样的话，等你开车经过，就会出现后备箱被打开的情况。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附近具有相同频率的设备，随后发现相同频率的信号就是从路口的商店传出来的，而这个设备正是商店的感应门铃。节目组拿着设备想要测试一下，结果却并不能打开后备箱。原来只有相同的频率也不行，还需要频率的密码和车辆遥控器密码一样才可以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路口肯定存在一个频率和密码都和车辆遥控器一样的设备，所以每次经过这里，后备箱就会自动被打开。至此真相大白，大哥决定更换遥控器密码，以后就可以安心的经过路口了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她是吴亦凡最怕见到的女人，因为她最喜欢吃的就是牙签。只见她一根根往嘴里塞牙签，打牌的时候就当成零食吃，到了吃饭的时候，她先摆上了3盒牙签，一口米饭就着一根牙签，吃得津津有味。你以为米饭是主食，其实牙签才是她的主食。该说不说，这牙签能好吃吗？好吃，特别好吃，比肉都香。他每天都要吃3盒牙签，一盒牙签有500根，那么一天就要吃掉1800根牙签，这也太夸张了吧。丈夫也试图阻止她，但她根本不听，你说你的，我吃我的。现在大姐变得越来越离谱，这不吃着饭就把筷子给照了。大姐说筷子比牙签大，吃着有嚼劲，口感也好。丈夫看不下去了，给大姐切了点水果，没想到啊，大姐直接把水果放在了一边，对着托盘口水直流，直接让丈夫把托盘劈了给她吃。我感觉大姐就是被丈夫宠坏了，这玩意儿能吃吗？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再惯着她了。靠，当我没说。看来只要是木制品，大家都想尝试一下。她边吃边发表看法，说托盘没有牙签好吃。那么她是什么时候爱上牙签的呢？原来大姐之前患有严重的胃溃疡，有一次当她意外吃掉牙签时，她的病竟然好了。从那以后，只要胃疼就会吃牙签，慢慢的就上瘾了，宁可不吃饭也要吃牙签。但是大姐的身体真的健康吗？胃肠啊，有什么胃镜啊都透了，没有关系。没有问题的，有问题我不让他吃了。大姐无时无刻都在吃，就连床头柜上都放满了她的零食，2盒牙签，一堆一次性筷子，躺在床上吃，逛街也吃，她甚至连扇子都想尝一尝。节目组还贴心的给大姐带来了一些木质碗筷，大姐也不客气，拿起来直接开照。那味道如何呢？大姐说上面刷油漆了，不好吃。大姐又尝了一下竹帘，也不喜欢，她说竹子有酸味。目前来说最喜欢的就是杨木做的牙签，于是节目组又送给她好几盒杨木牙签。假如真的对身体没有任何伤害的话，开心快乐最重要。不得不说大姐的牙口真好，但是要说牙口好，下面这个男人表示不服。他拿起酒杯嘎嘣一口，直接咬下一块，接着嘎嘣嘎嘣的吃了起来。周围人的表情说明了一切。在丹东一个普通的早晨，妻子在炒菜，丈夫在洗餐前甜点，然而里面全是玻璃碴子，洗干净后上面撒上白糖，他接着就吃了起来。妻子想劝阻，但是无济于事。玻璃碴子能好吃吗？这个嚼一口非常香。节目组检查了一下他的牙，除了有点参差不齐外，没别的毛病。那么他到底为什么要吃玻璃？大叔说这个要从20年前说起。20年前他是一个销售，刚和客户签了一个大合同，由于自己不能喝酒，被客户一番羞辱，说他不爷们儿。为了证明自己，他拿起酒杯嘎嘣嘎嘣的吃了。从那以后他就爱上了玻璃的味道，他会在玻璃店找各种边角料，不同厚度的玻璃吃起来口感也不一样。挑选完毕，带着他的美味甜点回家了。回家后会根据口味对他们进行分类。他说医院的吊瓶最好吃，酥脆有嚼劲，口感极佳。而灯泡吃起来就差一点，但也很爽口。那么他一天要吃多少玻璃碴子呢2个啤酒杯。按照节目流程，他被带到了医院做检查，还在医生面前表演吃玻璃。医生也是大为震惊，但是检查结果却显示他很健康，医生也觉得不可思议，最后还是建议不要继续吃了，以后可能会出现梗阻的情况。最后大叔也表示以后就不吃玻璃了，以后改成吃牙签。下面这个大叔看了上面2位之后，连说服了，你们都是铁齿铜牙，我只能吃点软的了。只见他抓起一只泥鳅，不假思索直接吞了下去，一只不过瘾，他接着又吞了一只泥鳅。贝爷见了都直呼内行，他说生吃的味道好极了，
了，秋秋弹弹还能拉丝。随后他把泥鳅都装到了瓶子里，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吃，那叫一个幸福。吃饭的时候也要先吃泥鳅开胃，母亲很担心他，但他却并不在意，继续吃着心爱的泥鳅。那他为什么要生吃泥鳅呢？原来大叔曾经有胃炎，为此还做过5次手术。为了疗养身体，他吃了很多的中草药，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。然而有一天，桌子上的泥鳅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他之前在书中看到过泥鳅有缓解胃痛的功效，于是他尝试生吞泥鳅，结果胃痛确实好了不少，于是一发不可收拾。他对于泥鳅的选择也是很苛刻的，他只吃野生的泥鳅，拿着铁锹来到稻田就开始挖泥鳅，不一会儿就挖到了一盆的泥鳅，稍微清洗一下，抓起来就送进了嘴里，那是干净又卫生啊，兄弟们。朋友想做一道泥鳅豆腐汤，他却觉得根本就是浪费时间，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，生吃才是最好的。按照节目流程，他被带到了医院做检查，一番检查下来，他的身体状况很好，但是医生还是不建议生吃，因为有感染寄生虫的风险，如果非要吃的话，建议只能中午吃。最后大叔也表示，为了身体健康，以后会尽量少吃的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妈38年没摘过口罩，即使睡觉也不摘，从没有人完整的看过她的脸。有人说口罩下面的脸非常恐怖，看了就会做噩梦，只有在她洗脸的时候会摘掉，但从不照镜子，洗完脸就要赶紧戴上。节目组想让大妈摘掉口罩，也被拒绝了。不仅如此，她还一直用手扶着脸，好像很痛苦的样子，说必须要手动把眼皮翻开才能看清东西。大妈从衣柜拿出自己年轻时的照片，看着很正常啊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真的是奇怪。即使和家人一起吃饭，也不会摘口罩，自己独自一人在卧室吃，家人都20年没见过他的脸了，就连女儿拍结婚照他都没有参加，因为拍照要求摘口罩。经过长时间的沟通，大妈说出了自己的故事。原来她18岁结婚后生下了4个孩子，在生第5个孩子的时候，很不幸出生就夭折了，这对她打击很大。慢慢的嘴巴变得不听使唤，舌头也变得僵硬起来。大妈鼓足勇气摘下口罩，可以看到她的牙齿都掉光了，牙龈都是外翻的。医生说她这种情况就是心理原因导致的，很可能是孩子的夭折让她悲伤过度，以至于严重影响到了身体健康。医生给大妈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规划，希望大妈赶快走出来吧。和大妈一样，下面这个大叔也喜欢戴着面具，一个戴着诡异面具的人在无人的芦苇丛中弹琴，穿着白衣服，看着十分诡异，即使在深夜也会传来琴声，看到有人靠近立马扛着琴跑了。联想到最近发生的一起凶杀案，工作人员觉得这人可能不简单。第2天又见到了他，正戴着面具做表演。有人说他在街上弹琴已经有2年了，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，都很好奇面具下的脸长什么样。表演结束后，他终于摘下了面具，满头大汗。那他为啥要一直戴着面具？原来啊，他的梦想是当一名钢琴家，但只要上台表演就会非常恐惧，手脚不停出汗，以至于失误不断。慢慢的，只要有人在，自己就无法弹琴，他不得不放弃了梦想，当起了快递员。偶然的一次，当他戴上面具弹琴时，各种恐惧紧张一下子都不见了。他开始尝试在街上戴面具表演，没想到大家都很喜欢看。他说刚开始很在乎别人的眼光，那现在戴上面具后，他不用在乎别人的感受了，感觉非常自在。节目组建议他摘掉面具表演，他内心还是非常犹豫。第2天下班后，他照常戴着面具表演。表演结束，他突然举起了牌子，上面写了自己一直戴面具的原因。这一刻，他决定摘掉面具，众人纷纷鼓掌支持。他不再紧张，不再恐惧，非常轻松地弹奏了一曲。所以说，直面内心的恐惧才是治疗心理问题的关键。大叔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他一觉醒来，发现被绑架到了一间密室，他大声呼救，也没有任何回应。墙上的摄像头正在同步直播他的一举一动。这时广播里传来声音，说了一些游戏规则，最重要的规则就是禁止睡觉，任何企图睡觉的行为都会被制止。广播还说，出去的线索就在密室里，密室里只有一个凳子和水桶。他掀开水桶盖，里面全都是腐肉。没办法，为了能出去，强大的求生欲驱使他忍着恶臭在里面一阵翻找，只找到了一个玩具娃娃。接着进来一个手拿电击棒的蒙面人，把小丽电晕后绑在了椅子上，给他戴上了 VR 眼镜。 VR 里播放着打扑克牌的画面，还传出刺耳的声音，这让他整晚无法睡觉。此时直播间人气飙升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暗网吗？第1天就这样过去了。来到第2天早上，小丽被逼着回答一些变态的问题，回答不能让他们满意的话，就会被蒙面人用高压水枪持续攻击。蒙面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小丽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。就这样来到第3天，蒙面人又带进来一个女人，让他们2个玩抢答游戏，答错的话就会受到惩罚。小丽侥幸获胜，新来的女人则被一枪爆头。3天没睡觉的小丽看到这一幕崩溃了，她完全不知道蒙面人的目的是什么。随后蒙面人给她戴上了 VR 眼镜，漫长的煎熬又开始了。来到第4天，小丽已经变得有些精神恍惚了。4天没睡觉没吃饭的她都已经很难站立了。这时蒙面人送进来一些吃的，但是被锁了起来。广播里说他只有1分钟的时间，小丽不断换钥匙开锁，终于打开了，接着狼吞虎咽起来。1分钟时间到，小丽把饭吃了个精光。广播里又说大门的钥匙就在那串钥匙里面，你其实可以用这1
1分钟的时间，打开大门逃走的。小丽又崩溃了，在这给我玩脑筋急转弯呢。接着蒙面人又准备把他绑在椅子上，趁蒙面人不注意，小丽一个提膝放倒了他，捡起那串钥匙冲向大门，试了几次后终于打开了锁，但紧接着被缓过来的蒙面人电晕了。时间来到第5天，5天没有睡觉的小丽刚闭上眼睛就被刺耳的警报声叫醒了。接着蒙面人推进来一个木箱，把小丽电晕后放了进来，接着封上盖板，随后又把3只老鼠放了进去。这时广播里又说话了，说老鼠已经饿了好几天了，你们谁死谁活由你决定。一番挣扎过后，他咬死了3只大老鼠，老鼠估计也是第一次见到比猫还厉害的人。随后蒙面人打开箱子，把小丽放了出来，为了防止她睡觉，再次给她戴上了 VR 眼镜。来到第6天，一阵滴滴声传来，他循着声音在之前的玩具娃娃里找到一部手机，这不好办了吗？他赶紧报警求助，警方让他提供地址，但他根本不知道这是哪里。突然电话就没声音了，原来是没电了。此刻小丽真的崩溃了，6天没有睡觉，她已经开始产生幻觉了，看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人。随后她被绑在了手术台上，医生破坏了她脑部的人脸识别中枢神经，小丽现在已经不能识别特定的人脸了，简单来说也就是脸盲了。就这样来到了第10天，小丽恍惚中看到对面坐着一个长相恐怖的男人，中间还放着一把锤子。恐惧中她拿起锤子梆梆2锤把对方解决了。抬头一看，密室大门居然打开了，别管有没有阴谋，先逃出来再说。没想到啊，他竟然跌跌撞撞的跑了出来，才发现这里是荒废很久的工厂。10天没睡觉的他最后还是倒在了回家的路上，还好被一对双胞胎老大妈救了，但是画面看着属实诡异。最后在没有询问小丽家庭地址的情况下，竟然把她送回了家。其实这对双胞胎也是蒙面人一伙的，小丽现在也还在游戏中。回到家的小丽第一件事竟然先洗了个澡，不是应该先睡觉吗？我觉得她还是不困。这时她听到有人开门，她惊慌的拿起一把刀躲在了墙后面。她现在已经不认识任何人了，等人靠近后，她从后面偷袭猛刺几刀就把这人解决了。刚刚小丽杀人的画面也正被蒙面人组织同步直播了。这时直播间管理员发送了一句话：实验成功，直播结束。其实小丽杀的人正是自己的父亲。之后小丽被带到警局，经过医生评估后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。画面一转，一个中年妇女从这间密室醒来，直播又重新开启。原来这个女人是一位俄罗斯高官的妻子，蒙面人组织之前刺杀过高官，但是失败了，于是找到了这种方法，让人连续10天不睡觉，再破坏他们人脸识别中枢神经，让他们不认识身边的人。小丽杀掉了自己的父亲，证明了实验的可行性。于是他们绑架高官的妻子，以同样的方法想让妻子杀掉高官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谋杀高官。这个电影看得我真的好困，答应我看完这个视频点个赞就睡觉吧。我是岳贝，下期见。一群大妈跟着一只公狗在做祷告，眼神满是崇拜，只因这狗不一般，很早就看破红尘，出家当了和尚，每天跟方丈一起诵经念佛，居然还学会了打坐，露出虔诚的眼神，身体半蹲，双手合十，一坐就是1上午，直到念经结束才会把手放下。众人都很好奇，好好的狗狗为啥会选择出家当和尚呢？他能听懂佛经吗？一旁的方丈却笑而不语。不仅如此，他现在连狗粮都戒了，只吃素，大白菜是他的最爱，还上过报纸，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，甚至有人为他写了一本书，收获粉丝无数，经常收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来信，还有粉丝亲自来寺庙看他。狗狗非常有礼貌，见人就作揖，连粉丝也不禁想问他到底为啥要当和尚。方丈表示这狗之前是个花花公子，到处沾花惹草，偶然间来到寺庙，正好看到方丈在念经，一下子就被吸引了，听得如痴如醉，自此看破红尘，遁入空门。刚开始方丈以为他只是在模仿自己，但随后几天只要方丈诵经，他就会出现在一旁静静的听。有次还看到他独自在佛前打坐，一坐就是半天。方丈看到了他的慧根，于是收留了他，并给他取了法号悟净。就这样他已经在寺庙待了3年，一旦有空就跑到佛前打坐。不得不说还真是只虔诚的狗狗。他在厕所偷偷装监控，正对着马桶，看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。每次他半夜去厕所，马桶里总会出现没有冲的尿，关键家里就他一个人，而且自己都会随手冲马桶，窗户都安装了防盗窗，根本不可能有人能进来。这怪异现象搞得他精神崩溃，甚至怀疑是被什么不好的东西缠住了。他现在半夜都不敢上厕所，有次实在尿急，蹑手蹑脚的来到厕所门口，就看到一个黑影闪过，这黑影有点似曾相识，这下他更怕了，硬是憋到了天亮才去厕所。不出意外，厕所又出现了没有冲的尿，看尿的颜色，这东西啊还有点上火，实在没招了，只好在厕所偷偷安装了监控。一夜过后查看监控，终于找到了罪魁祸首，这一切竟然是他家的猫干的。现在猫都会上厕所了吗？大叔无奈一笑，说等他上厕所你就知道了。等了好久，猫咪都没有要上厕所的意思，倒是主人来了尿意，刚来到厕所，猫就跟了过来，直接跳上马桶，像人一样蹲在那里，表情十分严肃。大叔说自己从来没训练过它，那它为啥会在马桶上厕所呢？专家表示猫喜欢模仿主人的行为，如果你们关系很好，
猫会表现得像人一样，以此来得到更多喜爱。这样一来就说得通了，小猫就是主人收养的流浪猫，之前主人上厕所，猫就会蹲在厕所里仔细观察，可能慢慢的就学会用马桶了。大叔表示，如果他用完能冲一下就更好了。相对来说呢，下面这个大妈就正常多了，鸡蛋连壳一起吃，一天要吃1斤蛋壳，大妈已经吃了10年。香蕉在裤子上蹭2下啊，直接连皮吃，再来一口带皮的橘子，哈密瓜，带皮吃，甚至连苹果核也要吃，这样吃不会吃出问题吗？而他自己却说这是外壳救了他的命，这又是为啥？他也不解释啊，反而变本加厉，觉得果壳不过瘾了，直接吃起了生板栗，看样子味道也不错啊，2口就能吃下1个。大妈的闺蜜都很担心她，叫她来吃饭改善一下，没想到啊，大妈却把饭菜扔在一边，拿起蟹壳直接开灶，她边吃还边嫌弃，说螃蟹啊还是生的好吃，接着又把朋友吃剩的鱼骨头用菜叶包起来，几口就吃了下去。那她为啥要吃这些呢？真的是奇怪，到目前为止带皮的水果没有什么是大妈不能吃的啊，即使是榴莲它也是带皮这个没有。大妈说果皮才是好东西，有营养，而且自己很健康。接着她终于告诉大家吃这些的原因，原来啊，当年她得了很严重的胃溃疡，有天痛到无法忍受，莫名其妙吃了带壳的鸡蛋，没想到喂了一下她就不疼了，从此就走上吃壳的道路。节目组也带她去检查了，胃病真的好了，身体啥毛病没有，但医生还是建议大妈少吃，不然很可能会损伤肠道，一定要吃的话最好中午吃。和大妈一样，下面这个大爷也是狠人，他把洗洁精当沐浴露，白醋当洗面奶，食用油拿来护肤，还说比护肤品好用，13年来都是这样护肤的。护肤3部曲安排上，第1步往毛巾上挤入洗洁精，接着往全身涂抹，脸上也不能少啊，拿水一冲，第1步完成，接着倒出白醋，均匀的涂抹在脸上，拍打拍打促进吸收，最后1步往皮肤上涂抹食用油，保湿又美白。他说白天要用玉米油，晚上用花生油，这样保湿效果最好。工作人员摸了摸，果然很光滑，这样一套下来的话就可以上烧烤炉了。不仅如此，大爷刷牙也要用白醋，说可以消菌杀毒，口气都变得清新了呢。至于牙膏嘛，有别的用处。只见他往手上挤入半管薄荷味牙膏，接着就开始洗头了。你别说，泡沫还挺丰富的。大爷说这样洗完清爽自然，工作时也要随身带着白醋，没事就要拿出来涂一涂，看电视也不能闲着。连妻子都不能理解大爷的奇葩操作，直接把妻子熏走了。为了达到更好的保湿效果，他还会用食用油自制面膜，不得不说皮肤看着细腻了很多。医生也没有检查出任何问题。由于大爷年龄大了，如果继续这样操作的话，皮肤可能会恶化。这种护肤方式好不好不知道，反正我感觉挺入味的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婴儿车被包了起来，里面时不时传来怪叫，没有人知道婴儿车里面是什么。大妈整天推着婴儿车流浪，晚上就睡在公共厕所，这样生活了10年。问他为啥不回家，他却说家里有个怪东西会隐身，就算在外面冻死也不敢回去。即使在外面，他依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跟着自己，警惕地看着四周。白天他又毫无目的的流浪，拿出1盒猫罐头开始吃，还往婴儿车里放了一点，这才看清楚，原来婴儿车里面还有1只猫。经过一番沟通，大妈同意带我们去家里，他家门上安装了5把锁，里面还有1道防盗门，进来后要赶紧用一个柜子挡住，屋里窗帘紧闭，没有一丝光亮，并把所有家当都放在了衣橱里，甚至包括电饭煲。节目组安装了摄像机，想要拍到大妈说的那个怪东西，然而一夜过去并没有任何发现，就发现大妈行为举止很反常。只见她半夜好像听到了什么，惊慌的来回走动，还时不时跪在地上，嘴里一直念叨着什么。节目组很疑惑，大妈神秘的指了指天花板，说你难道听不到声音吗？那个怪东西就躲在天花板上呢。但工作人员并没有听到任何奇怪的声音。节目组觉得这一切都是大妈想象出来的，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经过长时间的沟通，她决定去医院。一番交流下来，医生说她患有妄想症和精神分裂，必须尽快吃药治疗。原来之前她妈妈生了一场大病，因为没钱治疗嘛，很快就去世了。没过多长时间，父亲也去世了，她感觉自己没有保护好父母，从那时起内心充满了愧疚，只有在人多的大街上才能避免内心的孤独，只要在房子里就会产生屋里有别人的幻觉。老人死了15年，身体却没有腐烂，甚至散发出淡淡的清香，手指甲还在生长，连血管都清晰可见，甚至还长出了黑头发。家人都认为奶奶并没有死，只是睡着了而已。他们会定期给奶奶剪指甲，每天还要给奶奶擦身体，单独给她做饭。看着成为一具干尸的老太太，节目组也震惊了。原来15年前奶奶突发疾病住院，在9天不吃不喝的情况下，竟然喷出了16斤便便，接着就断气了。奇怪的是，体温并没有下降，一直维持在36度，身体也不僵硬，除了没有气息外没有任何去世的症状。家人把奶奶接到了家里，慢慢就变成了一具干尸。专家说，只有在极其干燥或者寒冷的地方才有可能形成干尸，然而当地的天气高温潮湿，这种
环境下没有腐烂，就很不科学。节目组觉得可能做了防腐处理，但家人却说并没有做过任何处理，还说奶奶有个特别的习惯，那就是吃斋，一吃就坚持了50年，这有可能是奶奶肉身不腐的原因之一。奶奶的事在当地广为流传，很多人慕名而来，想要一睹真容，还觉得他家的井水有神奇的功效，都用瓶子接水喝。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，专家也没有给出解释只能说真的很神奇。然而下面这面墙也很奇怪，他家的墙会哭，只要静静的听就能听到抽泣的声音，整整哭了10天。店主说有时用力敲2下，他又会稍微停一会儿，越到晚上哭声越大，搞得人心惶惶，顾客都被吓跑了。工作人员录下声音，找到了专家，对声音进行了波长分析，总之结论就是这声音明显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。真是见了鬼了，难道墙是活的，它有心跳？大家才不信。店主请来了装修师傅，这师傅一来也不敢得罪这墙，大家鼓励了他好久才开始。现在墙上打了个洞，内窥镜往墙里一看，就看到了2只闪亮的眼睛，师傅被吓了一跳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只小猫咪，墙上都是抓痕，看起来现在已经精疲力尽了。那它是怎么钻进去的？节目组检查了屋顶，猜测是通过屋檐下的缝隙钻进去的，在墙壁之间穿行时不慎跌落到了墙里面。店主说这只猫我见过，之前一直在我店门口转悠。店主决定明天拆墙救它，可第2天墙里一点动静没有，通过手机观察，里面空空如也，猫咪不见了。专家认为猫咪已经自己逃脱了，强大的求生欲让它克服了种种困难，最终爬了上来。几天后，小猫咪果然出现了。然而下面这家也发生了一件怪事，他家经常无缘无故的出现长头发，有长有短，最长的有2米，比他本人都高，有时出现在厕所，有时出现在卧室，拔一跟自己的头发做对比，大小几乎一模一样。他觉得这就是人的头发，关键他家人都是短发，而且最近来家里的人也都是短发。一开始呢还误会了老公，以为是老公在外面带来的。这种现象呢是1周前开始出现的，老公当时在叠衣服，就发现了一根长头发，衣服是刚从烘干机里拿出来的，他赶紧查看烘干机，里面却干干净净，毛都没有。慢慢的头发出现了越来越频繁，看着吓人。房子呢是他们租的，刚住进来也没几个月，而且像这样的房子租金却很便宜，当时房主也是很着急的往外租，他们怀疑房子里发生过不好的事情，难不成真的有鬼？节目组带着毛发找到专家看了半天，说从粗细大小上来看和头发确实很像，接着又在显微镜下观察，结果专家却说这并不是头发，那这到底是啥呢？专家说这就是裤子上的线头而已。接着妻子检查了衣服，果然在一件西装上抽出了一模一样的线头，长度也完全符合。虚惊一场。好了，我是预备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家的房子会自己加热，室温常年64度，平底锅不开火就能煎鸡蛋，水龙头出来的也都是热水，墙纸都烧焦了，往墙上泼水会发出吱吱的声音，不小心碰到地板都能把手烫个水泡，工作人员踩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。不仅如此，卧室的温度竟然达到了70度，这睡一觉还不就8分熟了，而且地暖早就关了，电源早就拔了，不可能是地暖问题，那会不会是电路问题造成的？节目组检查了所有电路，结果一切正常，有可能的因素都排除了，但还是找不到问题所在。大半日的根本睡不着只能不停地往地板上泼水来降温。邻居们对此议论纷纷，有人说房子下面有温泉，还有人说房子下面是地狱之火。一时间关于他家的谣言越来越多，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？就在节目组测量外墙温度时，意外发现电表的温度非常高，这就很反常了。打开电表的瞬间就冒出了电火花，维修人员发现电表和配电盘之间没有断路器，另外他家房子不是混凝土结构，而是钢架结构，当电表短路时，整个房子都是导体，产生的热量会通过钢架传递到整个房子，所以才会出现超高温的现象。幸亏发现的早，不然煤气罐都有可能发生爆炸。维修人员找到了粘在一起的电线，换上了新的电表，一切恢复了正常，这下可以凉爽的睡个好觉了。然而下面大叔家里发生了更离奇的事，他家的墙会拉屎，每天早上就会出现满墙的便便，有长有短，最长的有25厘米。然而这条街上只有他家墙上会出现这种现象。你要说有小动物在地上拉屎可以理解，但是墙上是怎么拉上去的？有的位置比人都高，一般的小动物是做不到的。那会不会得罪了什么人？大叔说自己为人和善，从没和别人有过纷争，这种情况是半年前开始的。他还安装了监控，但一直没有拍到可疑人员，便便都是突然出现的。节目组请来专家，决定从便便入手。专家开始收集大便，他们要从便便里提取 DNA 来确定到底是什么物种的粪便。节目组也没闲着，架起了多个摄像机，全方位监控这条街。一夜过去了，便便再次出现，查看录像可以清晰的看到
便便是从天而降的，没有拍到任何生物，这就很惊悚了。这时便便的分析结果也出来了，专家说是人类的粪便，而且还是女人的。那现在好办了，只要是人为的，就一定可以拍到它。节目组安装了更多的摄像机，一夜过去了，果然有收获。录像显示便便是从他家对面飞出来的，还拍到了始作俑者，是一个满头白发的人。大叔看到都懵了，说这是他家对过的邻居，名声很好的，从来没想过是他们做的。节目组拜访了邻居，老人说自己妻子有老年痴呆症，不知道妻子的这种迷惑行为，表示很不好意思，说可以帮忙打扫，以后会看住妻子，不会让她乱丢便便。大叔也很无奈啊，说本来想找到人要点赔偿的，想想还是算了吧，最后表示可以理解，以后不再出现这种事就更好了。然而下面餐厅遇到了更灵异的事，这家餐厅的橡胶手套每天晚上都会被撕得粉碎，形状非常不规则，看起来不像是人为的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它瞬间分解。店主说这种情况已经持续2周了，非常诡异，想想就起鸡皮疙瘩，以至于早上开门都不敢一个人进去，等员工到齐后才敢进入。来到后厨一看，手套又被撕成了碎片。员工分析，如果是动物的话，肯定会找东西吃，不会没事撕手套的，但是房间的食物并没有少，那会不会是人？工作人员试了下，根本撕不开，即使用剪刀也做不出这种粉碎的效果。店主想到了一个方法，下班前把面粉撒在地板上，等明天看看有没有脚印就完事了。节目组也架起了摄像机全程记录。第二天一早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手套又被撕成了碎片，然而一个脚印也没有。查看录像后发现，手套竟然是自己慢慢分解的，完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，自己就裂开了，这很不科学，难道真的遇见鬼了？节目组找到专家仔细观察录像后说，手套应该是被臭氧破坏的，餐厅一般会用臭氧消毒，臭氧有很强的氧化性，可以轻松氧化手套中的分子结构。至于为什么只发生在晚上，是因为白天一直通风，但是晚上臭氧就聚集在一起了，浓度高了就可以腐蚀手套。为此专家还做了个实验，密闭空间内臭氧很快就把手套分解了，至此真相大白，一切只是个化学反应而已，只要晚上也把通风打开，就可以解决这个灵异事件了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有个大豪宅，却天天住在厕所里，睡觉在厕所，吃饭也在厕所，掀开垫子下面全是尿，还说厕所味道清新自然，厕所门时刻紧闭着，好像在躲着什么东西。他说只要离开厕所就会头晕目眩，全身酸痛，不得不离开的话就要全程戴口罩。去客厅那都算是旅游了，还会给客厅喷一种神秘的液体。白天大妈很反常的出门了，她来医院看望丈夫10年前得了中风，就一直住在医院，一见面丈夫就哭了，说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时大妈说她房子有毒，还说是邻居往她家放的毒气，之前和邻居吵过架，所以就往她家放毒气，让她无法安心睡觉。为了防止毒气扩散，她封死了家中的各个缝隙，还安装了多个监控摄像头，因为厕所的气味最小，就成了她的庇护所。虽然大妈说的证据确凿，但节目组却什么都闻不到，用专业仪器检测后没有发现任何异味，甲醛也没有超标。节目组拜访了邻居家，也不像大妈说的那样，大妈之前还报过警，警察也检查过邻居的房子，没有任何异常。很明显这一切都是大妈自己想象的。精神科医生表示，丈夫住院后她不得不独自生活，产生了严重的焦虑和孤独感，可能就慢慢产生幻觉了。医生说大妈需要人陪就会慢慢好起来。走进科学节目组变成走访问问节目组，陪大妈聊天，给大妈按摩，还一起在厕所吃饭。几天过去了，大妈突然从厕所出来了，她开始正常的做饭，口罩也摘掉了，给工作人员做了一桌子好吃的，说现在已经闻不到任何异味了。大妈终于走了出来，看到没对象的赶紧找个吧，不然老了真的会很孤独的。和大妈一样，下面这个大姐的情况也不容乐观。大姐每天穿着用2万个曲别针做的衣服重达50斤，就这样在家里穿了10年，家里堆满了各种杂物，在家只能爬行，所有东西都被装在塑料袋中，甚至天花板都用塑料袋覆盖着，窗户也被封上了，洗澡也不脱衣服。只见她洗着洗着，突然站在了马桶上，她竟说不得不这样做，她究竟在躲避着什么？大姐说家里有电磁波辐射，让自己非常痛苦，她认为曲别针可以屏蔽辐射，才用曲别针做了这件盔甲。为了验证她的说法，节目组请来专家测量房子的辐射量，结果房子几乎没有任何辐射。工作人员建议她脱掉铠甲，大姐犹豫再三，决定试一下。没过1分钟，她突然把头埋进了被子里，表现得很焦虑，还说自己疼得受不了了。接着又开始穿铠甲，穿完大姐长舒一口气。节目组找来了心理医生，一番交流下来，大姐突然哭了起来，缓缓说出了藏在心中的秘密。在她年轻的时候，被一个陌生男人跟踪了长达半年，她搬过好几次家，都会被找到，会在半夜敲她的门，还经常给自己发骚扰短信，换手机号也没有用，感觉自己时刻都在被监视。
从那之后，他变得非常敏感多疑，以至于能感觉到手机发出的辐射。他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自己会慢慢好起来，没想到却变得越来越严重。医生建议大家不要逃避，要直面内心的恐惧，即使暂时无法克服，也要学会和恐惧共存，学会接纳自己。和大家有相似打扮的，还有下面这位大叔。大叔的口罩是用沥青做的，衣服上也涂满了沥青，还说自己不能暴露在阳光下。他家里也非常昏暗，没有任何一盏灯，插头都被拔了下来，即使是一个信号指示灯都会被他用黑色胶带盖上。电视也被大叔故意砸坏了，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处于失灵状态，唯一有用的就是电脑，但用电脑之前必须全副武装，最多只能使用3分钟，不然身体就会疼痛难忍。他还去过很多医院，医生都说他身体很健康。说话间他突然紧张起来，紧紧盯着100米开外的一辆汽车，戴上了口罩和帽子，还说是为了安全。他究竟在躲避着什么？大叔说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信号塔，以前他就住在这个信号塔下面。他说附近的辐射很严重，只要一靠近，心脏就会剧烈疼痛。大叔解释说自己对辐射很敏感，一点点辐射就会对自己产生伤害，为此才戴沥青口罩来躲避辐射。可信号塔附近的邻居却说并没有感受到任何异常。专家也解释说，信号塔只会以水平方式发送信号，并不会对塔下的人产生过量辐射。工作人员还用专业设备检测了屋内的辐射量，结果远远低于安全标准，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。既然大叔说自己能感受到辐射，那给他做个测试好了。给大叔戴上眼罩后，让他判断面前电脑的开关机状态，结果测试7次，错了5次。很明显了，大叔的问题只是心理问题。要想治愈心理问题的话，第一步就是要面对恐惧。他找到心理医生咨询，原来大叔做生意亏了很多钱，家庭也破裂了，巨大的压力让他产生了幻觉。一番沟通下来，大叔决定不再逃避，直面内心的恐惧，勇敢面对生活。加油吧，大叔！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肩膀上出现了一只诡异的手，像是一个婴儿趴在了背上。关键他家就一个孩子啊，左边露出的脚是自己的，旁边看起来根本就没有人。然而诡异的照片不止这一张。丈夫说之前在车里给孩子拍照，车窗上也出现过一个奇怪的影子，有胳膊有腿的，看起来很像人。当时连续拍了2张照片，奇怪的是第2张照片上影子又神秘消失了。刚开始以为是窗户脏了，但车是刚洗完的，完全没理由啊。节目组找到专家，通过分析照片信息，专家不认为这是灵异事件，给照片调个色就可以看出来，影子有一圈明显的线条。专家认为是之前车窗上的贴纸留下的印记，虽然肉眼看不出来，但手机是可以拍出印记的。为了验证这个说法，节目组找来了同款车型，往车窗贴上蜘蛛侠贴纸，然后在烈日下暴晒6小时，完事后揭去贴纸，车窗还是干干净净的，即使用背景布遮住，肉眼也看不出任何印记。接下来用手机对着车窗拍照，果然拍到了贴纸留下的印记。至此影子的谜底揭开了，那肩膀上的手又如何解释？专家仔细观察后发现，大腿旁边凸出来一个三角形的东西，像是裙子之类的衣角。他推测当时后面可能有一个1.2米左右的女孩，正好举了手，由于视线遮挡，拍出来的就只有一只手而已。节目组还原了当时的场景，等女孩走到婴儿车后面时，拍出的照片果然只看到了一只手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切都是虚惊一场。有相似经历的还有下面这家人，他家客厅窗户上出现了一张脸，看起来像是梳着双马尾的老太太，死死地盯着一家人。窗户对面就是墙，不可能是对面反射过来的，而且他家在3楼，一般的老太太是上不来的。当时只有丈夫一人在客厅整理玩具，完事后对着玩具拍照，第2天欣赏照片时就发现了这张脸，看着非常诡异。随后对着窗户又拍了很多照片，但是那张脸没再出现过。丈夫一口咬定那不是人啊，不是人，那是什么？ 화장실 아니면 안방에 있었던 것 같아요. 专家分析后确认了照片的真实性，考虑到房子的周围环境，专家认为是屋内某个东西反射在了窗户上。仔细观察后，在出现脸的位置找到了凳子的影子。妻子说之前确实会把衣服挂在凳子上，专家表示应该是衣服的褶皱正好反射在了窗户上，才形成了脸的轮廓。接下来还原现场，把相机架在当时拍照的位置，在椅子上挂好衣服，弄出人脸的轮廓，然后拍出的照片中确实有类似脸的东西出现了。专家把衣服弄出更多褶皱，反复调整，终于5个小时后拍出了和之前一模一样的人脸，都是一种巧合而已。然而更诡异的还在下面，每到深夜，村里山坡上就会出现一张脸，脸部轮廓非常清晰，就这样一直盯着整个村子。村里老人说，山坡之前就是墓地，到现在还有好几座坟墓，已经不知道主人是谁了。村里另一位大妈也说，在她小时候，山坡上还发生过一起惨案，一家3口惨遭灭门。一时间关于这张脸的说法越来越多，听起来也是越来越灵异。节目组架起了摄像机全程记录，想要一探究竟。天渐渐黑了下来，那张脸
面也慢慢浮现了，看起来有鼻子有眼的，像是一个男人的脸。村民议论纷纷，有人说是来寻仇的，有人说是来索命的，反正大家都很恐惧。节目组的摄像师超勇的好不好？他决定在山坡上近距离观察，当他拨动一下树枝，这张怪脸的形状竟发生了改变。摄像师差点笑了出来，说山坡上的树被路灯反射后就会形成对称的阴影，看起来就像是眼睛，而树干看起来就好像鼻子，周围的藤蔓就成了脸的轮廓，一切都是错觉而已。得知真相的村民表示，哎，你别说，现在看起来还挺可爱的。还有人说现在看起来像企鹅，这就很尴尬了。说实话，我看这种灵异事件都是笑着看完的，希望你看完也能开心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师。